蒋浩，你少丧门嘴！徐依依实在忍受不了了，竟猛然抬腿，狠狠地踹了蒋浩一脚，把蒋浩踹了一个跟头。见到这一幕，落霞谷的那3名女弟子被逗得咯咯直笑，因为他们知道蒋浩的修为在徐依依之上，他若是想躲，徐依依根本踹不到。可是他不敢躲，甚至不敢防，所以才会出现这么丢人的一幕。丢人，毕竟这是当众被踹了，那么多外人都看着呢。所以此刻的蒋浩更是一脸的怒气，只不过他这怒气不敢对徐依依撒，于是全都投到了楚风身上，肯定没戏。你们可知道此次来参加的黄袍界灵师有多少？而能够拿到邀请令的，哪一个不是有实力的？我敢保证，那楚风肯定没戏。蒋浩愤愤不平地说道：“再废话，信不信我砍了你？”徐依依说话间，竟然亮出了自己的半成祖兵。依依师妹，别冲动啊！见状，那3名女弟子赶忙拦住了徐依依，他们害怕徐依依真的砍过去，而蒋浩再不躲，那可是要出事情的。依依，虽说蒋浩这话说的是有些过分，但却也不无道理。若是真的只有4个名额的话，别说是楚风，就算是宁霜长老和李锐，也基本没有希望。毕竟百炼凡界最有名气的黄袍界灵师几乎都到场了，他们的结界之术可都是非常强大的。一位老者说道：“是啊，我先前还看到了界灵四皇呢，而且听说周氏天族、孔氏天族、仗剑仙门以及佛光天寺的界灵高手们都来了，尤其是佛光天寺，据说他们的界灵师非常厉害。不，要说最厉害的还是界灵四皇，毕竟他们4个就是为界灵之术而生的。”此刻落霞谷的人们开始议论纷纷，而徐依依则是沉默了，因为落霞谷所说的这些人物他也都听说过，那的确是一些在结界之术上有着很强造诣的存在。于是他只得默默地看着云鹤山的入口，低声道：“这么难，楚风他们岂不是真的要白跑一趟了？”眼下楚风等人正在向云鹤山的山顶行去，而这条路可并不平坦，想要安然到达，就要闯过重重难关才行。幸亏李锐、刘小烈以及宁霜长老一直跟着楚风，否则以他们的结界之术，他也不会这样顺利的一路前行。楚风小友，不知你师尊是何人？宁霜长老好奇地问道。他发现同为龙纹级黄袍界灵师，可楚风的结界之术绝对远非他们可比，可以说楚风的结界之术已经与他们拉开了一段很大的距离，所以他真的很想知道，究竟什么样的人才能培养出像楚风这样厉害的结界天才。我有2个师尊，一个叫做诸葛流云，一个叫做邱残风。楚风说道。诸葛流云、邱残风，听的这2个名字，宁霜长老与李锐都是微微一愣，他们可没有听过。虽然没有听过，但他们都一致断定，这2位定然是百炼凡界的隐士高人，甚至有可能是来自上界的高手。但唯有楚风清楚，这2位如今一个在九州大陆的青龙宗，一个在东方海域的残夜魔宗。如果用修为看实力的话，他们2个的修为若是放在这里，定然会被无数人所耻笑。但在楚风心中，他们2个人的地位却是无比高大的。尤其是诸葛流云，他可以算是楚风在界灵之术方面的领路人。不管楚风日后成长到什么地步，他们永远都是楚风的恩师。前面好像出了点问题。忽然楚风说道：“因为前面有着一片紫色的雾气，在那雾气之前聚集着不少人，准确的来说是所有人都被那片紫色的雾气给拦住了。尽管无法看清紫色雾气内的东西，但是楚风却隐约间猜测到，那应该是一道结界。宁霜长老，快看，佛光天寺的口袋大师，仗剑仙门的3剑真人，结界四皇，竟然连结界四皇也来了。”李锐目露惊叹的目光就像是看到了偶像一般，而顺着李锐的目光望去，楚风发现了一个穿着结界长袍的和尚和一个白发苍苍的男子。那和尚穿着的结界长袍有些特殊，上面竟然布满口袋，想必他就是那个口袋大师。而那个白发苍苍的老者，虽然白发如雪，可却肌肤如玉，长着一张宛如少年一般稚嫩的脸。最重要的是，他的身后背着3把长剑，这3把剑各不相同，但皆是半成祖兵，想必他就是那位3剑真人。这2位实力都很强，楚风都看不透他们的修为。楚风觉得他们很可能是5祖巅峰级的高手。不过楚风印象最深的却是那所谓的结界四皇，这是4个大胖子，个个身高2米，但若横着看，他们也有2米，太胖了，胖的就像是一个球。但他们4个绝对是4个大球，并且除了一样胖之外，这4位的模样竟然也是一样的。而在楚风看来，他们不像是易容才变得一模一样，而是天生一模一样，也就是说他们竟然是4胞胎。楚风此刻真的在想，是什么样的母亲能够生出这样4个兄弟，那要多大的肚子才装得下呀？只有4个名额，这样来看，我们基本是没戏了呀。看到那么多修炼结界之术的高手，刘小丽也面露担忧之色。这些人是什么来头？楚风好奇地问道。楚风兄弟，你不认识他们？李锐惊讶地问道。楚风摇了摇头，别人我就不说了，就和你说说佛光天寺的口袋大师和仗剑仙门的3剑真人吧。他们年少之时便是名扬百炼凡界的结界天才。这么说吧，就算没有这场盛会，他们依靠自己也早晚会成为仙袍界灵师，这是所有人都坚信的事情。只不过他们更痴心于修武，所以结界之术方面才被耽搁了。所以他们的修为可是非常强的。如果说他们的结界之术放眼整个百炼凡界还谈不上一流，那么他们的修为绝对算得上是百炼凡界内的一流高手。至于那结界四皇，更是利奥的，他们的母亲就是百炼凡界内为数不多的仙袍界灵师之一，而他们4个的结界之术更是非常厉害。相传他们4个曾与一位仙袍界灵师斗法，但硬生生的凭借黄袍界灵师的实力击败了那位仙袍界灵师。虽然他们能够胜，也是因为他们的母亲用法宝帮助了他们，但就算有法宝助阵，可身为黄袍界灵师也是不可能胜过仙袍界灵师的。但是他们却做到了。由此可见，
他们4个结界之术的厉害，若只论结界之术方面的造诣，他们怕是要比口袋大师和三剑真人还要厉害，是真正的结界天才。李锐说道：“听你这么说，倒是的确厉害。不过他们现在似乎都被那东西给拦住了。”楚风指着前方那紫色雾气说道：“而事实上也的确如此。此刻这里已经聚集了200多名界灵师，并且人数还在不断增加。之所以停在此处不走，正是因为没办法通过那道紫色雾气。我就不信了，修炼了这么久，还会被一道结界之术给拦住。”忽然，一名来自周氏天族的男子大喝一声，与此同时，他那磅礴的气息便散发而出。一品五祖，这乃是一位一品五祖级的强者。忽然，彩色的雷霆闪烁，华丽的雷霆铠甲便覆盖其身，霸气的雷霆羽翼也是自其身后浮现。而这时的他，修为已经不再是一品五祖，而是3品五祖，并且他的战力乃是逆战4品，比楚风还要高出1品，所以他此刻的真实战力可与寻常的7品五祖一战，这个实力可谓相当强横。毕竟就算放在整个百炼凡界，7品五祖那也已经是一个相当强的境界。天际血脉果然厉害。此刻不少人露出惊叹与羡慕的目光，因为天际血脉的确厉奥的。先不说雷霆铠甲与雷霆羽翼，单说那恐怖的逆天战力，就是无数人心中的奢望。我就不信一片雾气能难得住我。那位周氏天族之人感受到众人赞叹的目光，自后愈加的自信，随后手握半程祖兵，便掠向了那紫色雾气之中。他出手了，整个人化作一道金光，先是冲天起，随后向紫色雾气飞掠而去。那金色光芒一现，顿时吼声连连，狂风阵阵，威势相当骇人，甚至在场的许多人都是直接瘫倒在地，还有人被吹得连滚带爬。原来这位周氏天族的高手施展的不是寻常的手段，而是一种地境武技。然而他刚掠入其中，便发来一阵惨叫，紧随其后，他与手中的半程祖兵更是一同飞射而来。而此刻那位周氏天族的高手不仅血肉模糊，更是受了极重的内伤。不行吗？居然用武力也不行，可是用结界之术明明也没用啊！众位界灵师已经乱作了一团，因为先前那位周氏天族的高手实力当真已是极强，连他都过不去，那么在场的这些人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毕竟在此之前他们已经用了无数种手段，这毕竟是结界盛会，依我看还是要用结界之术才行，让我再来试一试。就在这时，一位来自孔氏天族的结界师开始布置阵法，那是一种破阵型的结界阵法。而他这一出手，在场不少界灵师的目光都开始变得精彩起来，因为这位所布置的阵法是很多人都无法布置得出来的。毕竟同为黄袍界灵师，也有强弱之分，给我破！忽然，那位孔氏天族的界灵师大喝一声，磅礴的阵法便化作一道璀璨的战车，以碾碎虚空之威势冲向了紫色雾气。然而他那结界阵法融入雾气之中，却什么效果都没有。不仅如此，他竟然还受到了反噬，虽然表面情况不大，但却是受到了严重的内伤，当场就昏了过去。果然不行，这可怎么办？结界之术也不行，动用武力也不行，该不会这里就是云河山的山顶了吧？人们议论纷纷，面露担忧之色，毕竟谁都不想白来一趟，这里自然不是云河山的山顶。就在这时，楚风忽然开口了，不仅开口，且正在向人群走来。哪来的小鬼？当看人们看到楚风之后，所有人都是投来了不爽的目光，因为此刻主持大局的都是威震八方的存在，如楚风这样一个无名小辈是没资格插手的。我是哪里来的不重要，重要的是我能帮助你们闯过去。楚风说道，帮我们闯过去，真是好大的口气。界灵四皇的老大讽刺的笑了起来，的确是大言不惭。与此同时，其他人也是纷纷笑了起来，毕竟界灵四皇以及口袋大师还有三剑真人这种黄袍界灵师中的大人物都没有办法破开那紫色雾气，人们可不觉得楚风这样一个无名小辈会有办法破开这紫色雾气。然而对于众人的讽刺，楚风却像看不见一样，继续向那紫色雾气行去，已然来到了人群的最前方。滚，我们没时间在你身上浪费。忽然界灵四皇中的老二对楚风怒喝一声，并且身为一品五祖的他竟然还动用了威压，这股威压的力量可是不弱，若是楚风被其击中，就算不死也定然是要身受重创的，甚至从此变成一个残废。然而就在这时，一股磅礴的威压忽然浮现而出，竟然将界灵四皇之老二的威压更压了下去。这股威压非常的汹涌，虽然同样是无形，可是所有人都感受到了它的可怕，因为这威压比界灵四皇老二的威压要强横数倍不止，甚至比先前那位周氏天族之高手的威压还要强横。这也就说明这威压的主人实力要在寻常的七品五祖之上。不过这威压虽然很强，但是在压制过界灵四皇老二的威压后便消失不见，就如同没有出现过一般，没有留下一丝痕迹。尽管这威压来无影去无踪，可是此刻所有人都将那敬畏的目光投向了佛光天寺的口袋大师。口袋大师，我们无冤无仇，为何要阻拦于我？界灵四皇的老二很是不悦地问道。虽然若论修为他远不如口袋大师，可是毕竟他的母亲很强，所以有所依仗的他倒也并不惧怕口袋大师。阿弥陀佛，恕老衲直言，你与我自然是无冤无仇，可你与这位施主也是无冤无仇，怎能因为他说了一句话你便下如此重的手，甚至还要断送他的前程？口袋大师说道。你问我为何？因为他多嘴。结界四皇老二说道。以你此言，是说这位施主连说话的资格都没有？口袋大师问道。他一个无名之辈，难道你认为他有资格？结界四皇老二问道。依老衲来看，众生平等，莫说这位施主有资格，在场的每个人都有资格。口袋大师说道。我觉得口袋大师所言极是，凭什么你能提出建议，这位小兄弟就不能提出建议？就在这时，那位三剑真人也开口了。
且对楚风说道：“小兄弟，你有什么方法，不妨直说。若是有人再敢对你出手，我便对他不客气。你们结界四皇老二很是不悦。算了，老二，既然他们要浪费时间，就让他们浪费好了。我就不信一个小鬼还真能玩出什么花样。”结界四皇老大说道：“这位施主，你有什么办法？但说无妨。”口袋大师对楚风说道，他的态度很是客气。那雾是一种隐藏结界，让我们看不清真正的阻隔是什么样子的，所以要先破开内雾才行。楚风说道：“这不废话吗？用你说。”结界四皇皆是嗤之以鼻。你们可知道他人说话不要插嘴的道理？这么点规矩都不懂，你们母亲可有教过你们？尊重二字怎么写？三剑真人冷声说道：“你怎么说话呢？”结界四皇顿时大怒，足足4道一品无阻的威压便横扫出。我就这么说话，怎么不服？三剑真人冷哼一声，竟直接将结界四皇的威压全部盖了下去，甚至还将结界四皇逼得连连后退，险些跌倒在地。可能是感受到三剑真人的强横，结界四皇尽管依旧一脸不甘，但却也没有再度开口反驳。这一刻，他们忽然想起，这三剑真人若论结界之术，可能不如他们，但若论修为，他们根本无法相提并论。在场之人这么多，来自一等势力的高手以及隐士高人都有不少，但若论修武的实力，最强的恐怕就是这三剑真人了。并且三剑真人与口袋大师不同，口袋大师心善，就算有人不对，他最多简单教训一番，很少杀人。但三剑真人可就不同，他为人虽然正直，但却也不失狠辣，有很多与他顶嘴的人都被他直接斩杀。三剑真人的霸道是出了名的，所以结界四皇敢与口袋大师顶嘴，还真是不敢再与这三剑真人顶嘴。这位小兄弟，你继续说。三剑真人对楚风说道：“这紫色雾气很难破，我们若以一己之力，怕是都不行。我倒是可以布置一座阵法，但是要借用大家的力量才能破解此雾。”楚风说道：“真是好大的口气！你布置阵法，还耗费我们的力量，你凭什么？”果不其然，结界四皇又开口了，且这话语之中竟是鄙视之意。事实上，此刻不仅是结界四皇鄙视楚风，在场的不少界灵师都在讽刺的轻笑着，他们也同样看不起楚风，觉得楚风就像是一个跳梁小丑，根本就没资格指挥他们。凭什么？就凭他不是一位简单的龙纹级黄袍界灵师？就在这时，刘小丽开口了，并且他说这话的时候，竟然还有着一丝怒意。见到这一幕，楚风心中一动，他知道刘小丽不是爱楚风风头的人，更不是一个爱惹是非的人，相反，他是一个相对保守之人。这种场合，他应该保持低调才是。而眼下他敢这么做，全是为了自己。刘小丽是在为自己出头，真是笑话。一个小鬼装蒜不够，竟然还有一个帮忙装蒜的。那你倒是给我说说，他不是一个简单的龙纹级黄袍界灵师，那他还是什么东西？结界四皇的老大讽刺地问道。他还是一名修罗界灵师。刘小丽一字一句地说道。而当修罗界灵师这5个大字出现之后，全场顿时安静一片，鸦雀无声，所有人都如同石化一般愣在了那里。修罗界灵师？你说他是修罗界灵师？沉默片刻，有人发出质疑。什么时候修罗界灵师变得这么多了？竟然多到了随便一个毛头小子也敢说自己是修罗界灵师的地步。界灵四皇讽刺地说着，因为他们根本就不相信楚风真的是修罗界灵师。楚风，证明给他们看，让他们知道你的厉害。刘小丽对楚风说道。他实在是气不过了，气不过楚风精彩绝艳，却被这么一群老家伙所轻视。本来我无需证明什么，只是与大家联手破开这紫色雾气而已。但若非要我证明自己，大家才肯相信我，才愿意帮助我的话，那我也不介意证明给大家看。楚风此话一落，便将界灵大门张开，随后一股磅礴的暗黑色气焰便横扫而出。黑色气焰一经出现，天地之间顿时狂风大作，阵阵鬼哭狼嚎的声音响彻不断。这种感觉怎会如此恐怖？感受到那黑色的气焰，在场的不少人都是神情大变，就连见过大世面的口袋大师以及三剑真人也是神色一动，因为在那黑色气焰之中，人们感受到了从未感受到过的杀意。那股杀意根本不像是人类能够发出的，当真是让人灵魂都为之颤抖。善哉善哉，我百炼凡界竟出现一位修罗斯界灵师，乃是百炼凡界之福啊！口袋大师笑眯眯地说道。口袋大师，这么说来，他真的是修罗界灵师？众人目露惊讶之色，这种感觉独一无二，的确非修罗界灵师莫属。还不待口袋大师说话，三剑真人便开口了，且他还主动来到楚风身前，客气地问道：“这位小兄弟，你叫做楚风是吧？”回前辈，晚辈是叫楚风。楚风客气地回道。且此刻他已然将界灵大门关闭，他并没有让女王大人露面，毕竟这里有识货的人在，所以只要让人们知道他是一位修罗界灵师，这便足够了。楚风兄弟，你有什么阵法，不妨直接布置出来，不管别人支不支持你，我一定支持你。三剑真人拍着胸脯说道。看得出来，他倒是一个性情中人，但毋庸置疑的是，当他确定楚风是一位修罗界灵师之后，他的态度也是变得更加热情了。阿弥陀佛，老衲也愿意支持楚风施主。口袋大师说道。对于这2位的力挺，楚风则是礼貌的回以一笑，因为他知道这2位出手之后，会有更多的人愿意支持他。哼，我就不信这个小鬼能布置出多么逆天的阵法。结界四皇依旧嗤之以鼻，并没有因为楚风是修罗界灵师便对楚风刮目相看。而就在这时，楚风开始布阵了，那行云流水的手段已经施展，顿时让所有人神色一变，哪怕是结界四皇也是目露惊讶之色，因为楚风布置结界阵法的手段当真可以是黄级黄袍界灵师中的巅峰水平。正所谓行家一出手便知有没有，而当楚风这一出手之后，所有人对楚风的怀疑都在此刻烟消云散，取而代之的乃是刮目相看。高手，这是一位真正的结界高手。有人忍不住称赞起来，的确厉害。
不愧是修罗界灵师，看来今日我们还真是有眼不识泰山了。在此之后，越来越多的人表示出了对楚风的敬佩之情，尤其是那些之前看不起楚风的人，更是面露惭愧之色。别的不说，就说楚风这布置结界阵法的手段，就是他们在场的许多人都无法达到的，这乃是大师的境界。终于，光芒大盛，结界已成。这一刻，许多人都忍不住倒吸了一口凉气。这阵法单用看的就知道厉害，最重要的是，楚风布阵的时间竟然如此之短，而这更是彰显出了楚风结界之术的精湛。诸位，破开此物，我一人不行，需要大家帮忙。大家只要将你们的结界之力融入此阵，便可助我一臂之力。当然，结界之力越多越好，所以希望诸位前辈不要吝啬自己的结界之力，而只要积攒到了足够的结界之力，我便会运转此阵，破开这紫色雾气。楚风对众人说道。楚风话音一落，顿时两道磅礴的结界之力宛如两条金龙一般灌入了楚风的阵法之内。是口袋大师与三剑真人二人遵守承诺，率先为楚风助阵，开始源源不断的将自己的结界之力融入那阵法之内。而与此同时，刘小烈、明霜长老以及李锐也是纷纷将自己的结界之力融入楚风布置的阵法之中。这位小兄弟，我信你。忽然，又有一位来自周氏天族的界灵师开口了。虽然他的名声不及口袋大师他们，但也是一位非常出名的界灵师。我也信你。在此之后，在场的其他人也是纷纷将自己的结界之力融入那阵法之内。加入的人越多，那阵法中内的能量越是汹涌，而这种变化让人们越发的坚信，楚风这阵法非同小可。到的最后，除了结界四皇之外，在场的所有人都开始将自己的结界之力融入其中，哪怕是那些后到此处不明白情况的界灵师，当得知事情的经过后，也毫不犹豫地将自己的结界之力融入楚风的阵法之内。不过结界四皇却依旧没有出手。结界四皇，你们怎么还不出手？三剑真人很是不悦地看向了结界四皇。你们愿意为这个小子浪费力气，我们可不愿意。结界四皇的老大说道。那好，若是楚风兄弟帮助我们破开这紫色雾气，出力者皆可进入其中，但是未出力者若想过去，我可不同意。三剑真人说道。三剑真人，你休要欺人太甚，别人怕你仗剑仙门，我们兄弟四个可不怕。结界四皇老大很是愤怒地说道。哼，你们兄弟四个不怕我仗剑仙门，这话连你们的母亲都不敢说。三剑真人讽刺的一笑。听得此话，结界四皇气得双拳紧握，咬牙切齿，双眼之中涌现出道道怒火，可却没有人敢真的发飙。他们知道，若是动手，定然不是三剑真人的对手，并且三剑真人此话也没有错，恐怕就是他们的母亲也不敢说不怕仗剑仙门。小子，若是你破不开这紫色雾气，又当如何？忽然，结界四皇的老大将那愤怒的目光投向了楚风。他拿三剑真人没办法，竟然想将怒火发泄到楚风的身上。至于楚风，虽然不爱惹事，但也从来不是怕事的主。面对这种人的刁难，楚风自然也不客气，而是回道：我若破开紫色雾气，你当如何？我当如何？若是你破开这紫色雾气，我赐你半成祖兵一件；但若是你破不开这紫色雾气，你就要当众磕头道歉，自掌100耳光，然后给我立刻滚蛋！结界四皇老大怒声喝道。那好，若是我破不开这紫色雾气，就按你说的做，但我若破开了，我也不要你那半成祖兵，我要你当众磕头道歉，自掌100耳光，然后立刻给我滚蛋！楚风说道。你竟敢这样与我说话？结界四皇老大脸上的怒容越来越浓。我为何不敢这样与你说话？楚风轻蔑的一笑，随后说道。到底敢不敢赌？你给句痛快话。听得此话，结界四皇的老大顿时脸色一紧，他竟然怕了。若是只拿一件半成祖兵来赌，他不怕，输了就输了。一件半成祖兵他根本不放在心上，但是让他当众磕头道歉，还自掌100耳光，他可做不到。大哥算了，他一个无名之辈，你就不要太过难为他了，不如就给他一个机会吧。就在这时，结界四皇的老三开口了。好，既然我三弟都替你求情了，我这次就不与你计较了。结界四皇的老大说道。然而对于结界四皇老大此话，楚风却是轻笑一声。不仅楚风笑了，在场的许多人也都在心里笑了。他们都看出来了，不是结界四皇真的要放过楚风，而是他怂了，是不敢与楚风赌了。此刻结界四皇自己也都觉得自己很是丢人，于是那种怨恨的目光简直就像是两把无形的刀刃，恨不得用目光把楚风给活活扎死。但是他们也只敢用恶毒的目光来威胁楚风了，表面上还是乖乖的将自己的结界之力融入了那阵法之内。而不得不说，这结界四皇的结界之力当真是很强。当他们的结界之力灌输之后，楚风布置的阵法变得更为汹涌，所有人都能感受到这阵法的力量已经非常的恐怖。但同时人们也开始担心，这么强的力量，楚风能控制得好吗？这似乎已经超出了黄袍界灵师能够掌控的级别。哈哈，大哥，这小子要惨了。在场的界灵师都是高手，结界之力非常之强，这么多的结界之力，导致这阵法的内的结界之力已经快要超出了寻常的黄级结界之力，这小子没办法掌控的。我看他莫说破开紫色雾气，搞不好自己也要被这力量反噬。结界四皇的老二也发现了情况不对，于是幸灾乐祸的传音于齐大哥。哼，他这是自作自受。兄弟们，加强结界之力，只要这小子败了，我看三剑真人和口袋大师还有什么话可说。结界四皇老大暗中传音道。得到他的传音，其他三个兄弟也开始拼命的灌输结界之力，想要让楚风无法控制那阵法，好当众丢人震开。然而就在这时，楚风忽然大喝一声，随后那阵法便光芒大盛，甚至盖过了周围的一切。忽然一声巨响传来，那阵法爆炸了，磅礴的结界之力形成了一股巨大的能量，突破了楚风的阵法，向四面八方飞掠开来，要吞没周围的一切。糟了，
这一刻，在场的不少人皆是目露惊恐之色，因为这股结界之力的力量可是非同小可的。废物，连结界都控制不好，你居然还敢让我们见状！结界四皇老大更是幸灾乐祸的大骂起来。然而他话还没有说完，便瞠目结舌，目瞪口呆的愣在了那里。天啊，他竟然……与此同时，在场的许多人也都如结界四皇一般愣在了那里。想象中的爆炸并没有真的发生，那磅礴的结界之力竟然静止在空中不动了，是被控制住了，是被楚风给控制住了。给我破！忽然楚风大喝一声，那漫天的金光便如同金色的雨点一般汇集在一处，化作金色的浪潮，一重接着一重，不断的轰向那紫色雾气。快看，那紫色雾气开始消退了！见此一幕，有人忍不住惊呼出声，而后几乎在场的所有人脸上都露出了狂喜之色。这让他们毫无办法的紫色雾气竟然真的在消退，这叫他们怎能不喜？怎么会这样？他竟然控制住了那么强的结界之力。而在所有人都为之狂喜之际，结界四皇的脸色却是变得难看起来，因为这可不是他们希望的结果，但是他们最不希望的发生的，却偏偏正在发生。那紫色雾气在被楚风的结界阵法冲散，并且面积越来越大，这不仅让在场之人越来越欢喜，就连在云鹤山的深处也有一道目光注视到了这一切。这是一只金光闪闪的仙鹤，站在云端，俯视下方，就像是神灵在俯视众生。但此刻，在这双炯炯有神的双眼之中，却涌现出了惊叹之色。忽然，这只金色的仙鹤竟然口吐人言，说道：“这个小鬼有些厉害啊！”听得那金鹤此话，其身旁忽然传来一道疑问：那位竟是当日楚风在暗夜鬼灵里遇到的那位布衣和尚。布衣和尚此刻本在闭目养神，而听得那只金鹤的话后，便将目光投向了金鹤目光所投放之处，竟然是他。忽然，布衣老僧的眼中露出了一抹意外之色。听得老僧此话，那金鹤真仙的身体忽然变化，幻化成一个金芒闪闪的老者模样，金色的衣衫，金色的长发，金色的胡须，金色的眉毛，就连皮肤都是金色的，尤其是那一双金色的眼睛格外有神。他站在那里便是金芒万丈，非常的耀眼。而他便是这云鹤山的主人，大名鼎鼎的金鹤真仙。老毒，你认识那个小鬼？金鹤真仙对布衣老僧问道。曾有过一面之缘，此子来历非同小可，不过我不方便告诉你的来历。布衣老僧说道，还和我卖上关子了。金鹤真仙撇了撇嘴，说道，就算你不说，我也没兴趣知道。金鹤，我听说你来这百炼凡界，为的是就是找一个弟子，好将你毕生所学传授于他。而依我看，这个楚风便很不错。布衣老僧说道，这楚风是不错，不过也只表现在结界之术上而已。虽然身为修罗界灵师，的确很是难得，可毕竟我主要传承的还是修武上的东西，所以他并不适合。金鹤真仙说道，修武之上，这楚风也许也会给你一个惊喜。布衣老僧说道，那可未必，类似这样的天才我见多了，可真正能够成长起来的却不多，我可没时间浪费在这种小鬼的身上。金鹤真仙说道，可是你选中的那位似乎很不领情啊。布衣和尚说道。听得此话，金鹤真仙目光微微变化，但很快他的嘴角便掀起一抹自信的弧度，说道，那个小鬼是叛逆了一些，但我早晚会收服他，让他做我的弟子。而与此同时，那紫色雾气在楚风的攻势之下已经越来越稀薄，终于被彻底的吹散开来。而当那紫色雾气消散之后，又有一道金芒闪闪的结界墙浮现而出。这道结界墙自然是一种防御结界，这防御结界原本很是厉害，伤了周氏天族以及众多界灵师的就是他，但是没有了紫色雾气之后，这防御结界的力量也是减弱了不少，并且破绽也都暴露了出来，所以根本就不用楚风出手，界灵四皇他们便轻而易举地破开了这道结界墙。而当这道结界墙被打开之后，一片深不见底且看不见对岸的悬崖便浮现而出。任凭是谁都想不到，在这云鹤山之上会有这么一个巨大的悬崖，浩瀚无边，深不见底，且最重要的是，悬崖之上漂浮着足足200多个浮空岛屿，并且每一个岛屿都各不相同，一眼望去当真是壮观的很。天哪，我不是做梦吧？福利，这绝对是福利啊！看来金鹤仙人待我们不薄，虽然给我们设立了紫色雾气这样的难关，可也为我们准备了如此福利。而看到那些岛屿之后，在场的许多人都是面露狂喜之色，就连结界四皇也是一脸的笑容。宁霜前辈，这些岛有何特别之处？为何大家都如此激动？楚风好奇地问道。因为他发现，就连宁霜长老以及李锐也是非常的激动，想必他们一定知道这其中的隐情。楚风小友，云鹤山的创建者乃是一位尊者级的强者。尊者是什么？那可是传说啊，可是他却实实在在的存在过。而这些岛也同样是传说，因为据说尊者在这许多岛屿之中藏于了宝贝，尤其是其中一座岛更是尊者曾经修炼过的地方，在那座岛屿之中修炼，能够领悟到修武之道的秘密，非常容易突破修为。宁霜长老说道。原来如此，得知此事，楚风便暗中动用天眼，开始观察那足足200多座浮空岛。而因为楚风的结界之术越来越强，所以他的天眼也是越来越厉害，不仅观察能力极强，且身边的人也不会发现楚风在使用特殊的观察手段。这里果然有宝贝。一番观察之后，楚风的内心也是为之欣喜起来。他发现这足足200多座浮空岛屿之中，的确有着至少39座岛屿是蕴含着宝藏的。在天眼之下，他们已经原形毕露了，并且楚风分析的若是没错，他应该已经找到了那位传说中尊者曾经修炼过的岛屿。那座岛屿若用寻常的观察手段来看，就是一座非常寻常的岛屿，但是楚风却注意到那其中有着特殊的武力萦绕，那武力是虚幻的，但却幻化成了特殊的图案，就像是一种功法在岛屿上方流淌着。但楚风知道那不是功法，
应该是预示着那里蕴藏着特殊的奥义。只不过这种武力的变化隐藏得太深，除非是天眼这样的观察手段，否则很难发现。并且楚风还注意到，虽然200座浮空岛屿中只有39座岛屿里面暗藏着宝贝，但是这200座岛屿之中，每一座都蕴藏着结界阵法。那些结界阵法应该是被人后加上去的，布置的时间不久，并且阵法有强有弱，但唯有破开阵法才能够进入岛屿深处，否则便会被隔绝在岛屿的外围。楚风猜测，这应该是金鹤真仙的一种手段。换句话说，这些岛屿很可能也是一种考验。就在这时，忽然光芒四射，在悬崖边上出现了足足200多道传送阵法，并且在每道传送阵法的上面都漂浮着一个虚幻的小型岛屿。那说明这些传送门是对应着那200座浮空岛屿的。诸位，恭喜你们来到这里，你们眼前看到的便是你们登上云鹤山顶峰的最后一步。你们可以2人一组，分别进入一座岛屿，而在那岛屿内有着一座阵法，唯有破开阵法，你们才能够进入岛屿深处。而在每座岛屿的深处都有一座传送阵法，而只要进入那座传送阵，你们就可以到达云鹤山的顶峰。10个时辰，你们只有10个时辰的时间。10个时辰之后，所有到达云鹤山的顶峰的人就要开始进行结界之术的对决。这对决是混战，唯有率先突围成功的4人才能进入我所亲自布置的悟道结界阵之中。金鹤真仙的声音传来了，果不其然，就如楚风所猜测一样，那岛屿也是一种考验。而金鹤真仙此话一落，在场人们都开始冲向了那些传送阵法，想要率先的挑选他们觉得有宝藏的岛屿。尤其是结界四皇，他们4个兄弟首当其冲，速度最快，眼下已经分别踏入了2个浮空岛屿之上。而当他们踏入那传送阵之后，那传送阵便消失了，也就是说每个传送阵只能进入2个人，进入2个人后就会关闭，其他人想进去都没有机会。并且楚风注意到结界四皇4个所挑选的这2个岛屿的确是蕴含有宝贝的，说明他们4个的眼力非常不错，只是可惜他们却未能挑选到那位尊者所修炼过的岛屿。楚风兄弟，我们云鹤山顶峰再会。3剑真人对楚风抱了抱拳，随后便带着一位仗剑仙门的界灵师踏入了一座传送阵内，而那座传送阵所对应的岛屿也同样是一座蕴含宝贝的岛屿。楚风施主再会。口袋大师也是客气的与楚风打了一声招呼，随后便独自一人踏入了一座传送阵法内。见他进去，佛光天寺一位界灵师也是跟着进去了，但楚风却注意到口袋大师选择的岛屿根本没有宝藏。楚风倒不觉得是口袋大师观察能力不行，也许他是不想与人争，才故意挑选了这样一座岛屿。只是可惜了跟进去的那位界灵师，注定也是得不到宝藏了。我们也走吧。楚风对刘小丽说道。刘小丽点了点头。楚风兄弟，等一等。然而就在这时，李锐却是忽然一把抓住了楚风。李锐兄，有事吗？楚风好奇地问道。楚风兄弟，我的结界之术偏弱，怕我和宁双长老同行，我们都没办法破开结界阵法，所以我想与你一起，不知你能否带我一程？李锐说道。楚风并没有回答，而是看向了身旁的刘小丽。若是这样的话，那我与宁双长老一起吧。刘小丽说道。甚好。宁双长老笑着点了点头。那好吧。见状，楚风自然也不好推脱，而是悄悄传音于宁双长老，告诉他们选择哪一座传送阵法。楚风为他们挑选的岛屿不仅有着宝藏，并且结界阵法的难度也不高，以他们2人的实力，应该可以轻松破解。多谢。宁双长老很相信楚风的眼光，在楚风推荐之后，也是面露喜色，随后带着刘小丽便踏上了那座传送阵法。我们也走吧。随后楚风便带着李锐来到了一座传送阵的门口，而这座传送阵法对应的浮空岛屿正是那位尊者曾经修炼过的，只不过没人能够看出来这座岛屿的特殊之处，所以这座岛屿一直没有人选。楚风兄弟，我们这难道要挑选这座？此刻李锐面露不解之色。就是这座。楚风微微一笑，随后便踏入了其中。见楚风进去了，李锐则是有些犹豫，因为无论怎么看，这座岛屿都太普通了，不然也不会没有人选择这座岛屿。但是最终他还是咬了咬牙，与楚风踏入了那座传送阵法之中。竟然选对了，不知道是不是巧合。金鹤真仙也注意到了这一幕，目光变得复杂起来。依我看，这是实力的体现。难道你没注意到那小子刚才的目光有些与众不同吗？布衣老僧说道。的确与众不同，看来他掌握着超乎常人的观察手段。金鹤真仙也不可否认的点了点头，但是随后他却是长叹一声。叹什么气？布衣老僧问道。聪明反被聪明误啊。金鹤真仙说道。这是何意？布衣老僧追问道。那座岛屿的确是尊者曾经修炼过的地方，只是他修炼过的悬崖已经被封锁了，以那小鬼的结界之术根本打不开，所以他就算是选择对了，可也注定一无所获，还不如选择其他的。金鹤真仙说道。你这老家伙真是太自私了，竟然还将尊者修炼的地方给封锁了。布衣老僧鄙视的说道。不是我封锁的，而是尊者亲自封锁的。金鹤真仙说道。听得此话，布衣老僧目光微微变化，随后说道。这么看来，那还真是那个小鬼倒霉了。此刻楚风已经与李锐踏上了那座岛屿，进入其中之后，楚风与李锐都惊愕地发现这里别有洞天，这座岛屿比从外面看要辽阔得多，大，非常的大。这座岛屿的面积简直超乎想象，虽然很大，可是2人向内每走几步便被一层结界阵法给拦住了，也就是说不解开这层结界阵法就无法踏入这岛屿深处。不过这种手段自然难不住楚风，楚风只用了片刻的功夫便将这座结界阵法给破解开来。楚风兄弟，你这结界之术简直不可思议啊，要不是你的结界之力还停留在黄级阶段，我真怀疑你已经是一位仙袍界灵师了。李锐一脸的惊叹，对楚风夸个不停，毕竟
他也是龙纹级黄袍戒灵师，可是当他看到那座结界阵法之时，就像是看到了一座大山，想要过去非常之难，10个时辰他怕是解不开的。但是楚风竟然只用片刻便解开了，这让他意识到，虽然同为黄袍戒灵师，但是他与楚风的结界之术，怕是差了10万8千里。李锐兄过奖了，我们进去吧。楚风淡淡的笑道。楚风兄，你有没有感觉到这里有种特殊的力量？忽然，李锐问道。的确有种特殊的力量，似乎是束缚了戒灵大门。楚风也是注意到了这里的诡异。你真聪明，那股力量没什么用处，但却让戒灵师没办法在这里面打开戒灵大门，而没办法打开戒灵大门，便没办法召唤戒灵了。李锐说道。的确是这样，这股力量很久远，很可能是那位尊者的手段，只是不知道他为什么要布置这样的力量。莫非是他不喜欢戒灵？楚风也是感到好奇。这个我并不知道，但有一件事情我知道。李锐说道。什么事？楚风问道。你要死了。话到此处，李锐忽然剑眉倒数，先前还目露笑意的眼中已是寒芒毕露，杀气腾腾。与此同时，他掌心一翻，一股磅礴的武力便向楚风压迫而来。那武力滚滚，威力极强，若是击中楚风，楚风怕是必死无疑。这李锐竟然要杀楚风，眼见大事不妙，楚风的眼中雷芒闪烁，雷霆铠甲与雷霆羽翼伴随着耀眼的雷芒一同浮现而出。只在瞬间，楚风的气息便自2品半祖提升到了4品半祖。修为提升之后，楚风不闪也不躲，而是五指握拳向前方猛然轰去。他要用自己的力量与那李锐的攻势来个硬碰硬。一声巨响，天地皆颤。楚风这一拳之威，不仅将李锐的攻势给轰散开来，就连李锐也是连连后退，面露吃惊之色。惊，非常的惊。毕竟李锐是一位7品半祖，在他看来，就算楚风有雷霆铠甲和雷霆羽翼，外加逆战3品的战力，也只是能够与寻常的7品半祖一战，但却绝对不是他的对手。但是现在来看，显然不是他预想的那样。楚风不是简单的能与7品半祖一战这么简单，他的力量已经超越了寻常的7品半祖。看来是我小看了你。一番惊讶之后，李锐的脸上却露出了有趣的笑意，仿佛他更加期待接下来的战斗了。为何要对我出手？我们似乎无冤无仇。楚风冷声问道。就算要打，他也要弄个明白，毕竟这李锐的身份有些特殊，乃是徐依依的师兄。徐依依是因为他。忽然，楚风目光微微变化，说出了这个名字。聪明，就是因为依依小师妹。虽然我们都不知道究竟是为什么，但是谁都看出来，依依小师妹她对你非常欣赏，她对你的重视甚至超过了我们这些同门师兄妹。李锐说道。你想多了，徐依依她对我是不错，但只是因为我帮过她的忙，也许是她对我心怀感激，但她并不是喜欢我，我和她最多也只是朋友。楚风解释道。你说的我自然明白，可她却有喜欢你的可能，而我要将这种可能扼杀掉。李锐说道。看来你是非要置我于死地了。楚风双眼眯起，眼中也同样涌现出了寒意。我知道你的戒灵很厉害，连虹吸都能斩杀，若不是这里无法召唤戒灵，我自然不敢对你出手。况且这种地方危险重重，你死在这里面也没人觉得有什么不妥，所以这里是我杀掉你的最好机会。李锐此话一落，身体忽然传来一声炸响，随后道淡黄色的气焰便自其体内散发而出。这一刻，他的长发浮空而起，很快便竖立起来，左右摇摆，倒是颇为飘渺。而在那淡黄色的光芒照耀下，他整个人都好像变成了淡黄色，并且有着道道纹路在那气焰之中流动。但最重要的是，他的气息竟然提升了，已经从7品半祖提升到了8品半祖。天赐神力。楚风已经看出来，李锐这淡黄色的气焰乃是一种天赐神力，是这天赐神力让李锐的修为提升了1品，并且就连战力也是得到了极大的提升。忽然之间，李锐手腕一转，一杆暗黑色的大刀便浮现在其手中，那是一把半程祖兵。此刻的李锐本就极强，再配上这件半程祖兵，他的力量更是强大的很，周遭的空间都开始碎裂瓦解，随着他那周遭淡黄色的气焰而流动。见到这一幕，楚风忽然笑了，他看出来了，李锐不仅是要置他于死地，并且绝对不给他生还的机会。我李锐向来不做没把握的事，今日既然出手，就一定要你死。枪！李锐出手了，一杆黑色大刀笔直的向楚风挥砍而来，刀锋还未至，那滚滚威压已是吹得楚风长发乱舞，衣衫猎猎作响，就连脸庞也变得扭曲。然而当那黑色大刀落下之后，却是火花四溅，涟漪滚滚，挡下了。此刻的楚风手握半程祖兵岩浆帝君剑，横在于自己的身前，他是用这把剑挡下了李锐的攻击。不可能！李锐大惊，自己在7品半祖的时候难以击杀楚风，倒也合情合理，毕竟楚风算上战力，本就能够与寻常的7品半祖抗衡。可是现在自己已经是8品半祖，就算楚风也有半程祖兵，也绝对挡不下他的攻击才对。他应该轻而易举就能斩杀楚风才对。你要我死，我没理由要你活。就在李锐吃惊之际，楚风已经发动了迅猛如电的攻击，道道光刃密密麻麻的自正面切割而来，李锐已是毫无退路。这是一种天境武技，楚风出手便是杀招，与李锐一样，不想给对方喘息的机会。我就不信！李锐大喝一声，随后手中的暗黑大刀便横扫开来，这一斩，天摇的晃，虚空尽碎，就连楚风的那些光刃斩击，竟也全部被李锐这一击给斩散开来，甚至还被那这一斩的余波震得倒退数步。此刻，楚风眉头紧皱，心中暗叫不好，因为李锐所施展的也同样是天境武技，但是威力上却完全压制了楚风的天境武技。这说明李锐并非是寻常之辈，他的战力也很强。若是寻常的8品半祖，楚风还能一战，就算不敌也能战个平手。可是面对这李锐，
楚风却并不是对手。地境5技，霞光万丈。忽然，李锐大喝一声，随后他的体内竟然出现道道霞光。那霞光浮现之后，进化做到道光刃，向四面八方飞射而来。面对那正面袭来，自己几乎无法抵挡的地境5技，楚风的眼中闪过了一抹决意，无数道霞光利刃开始洞穿楚风的肉身，硬生生的将楚风的粉身碎骨，连渣都不剩。可是哪怕如此，那霞光还在飞射着，将周遭的一切全部给轰成了粉碎。当那霞光停止之际，以李锐为中心，方圆数千米的地方无一物生还，就连他的脚下也出现了一个深达千米的巨型深渊。我说过，我李锐从不做没把握的事，既然我出手，你就必死无疑。李锐一脸得意。不过楚风啊，楚风，虽然你已死，但我还是要承认，你的确很强，你的战力超越了寻常的天族之人。这次还好是我出手，若是换做其他人，也许还真杀不了你。此话说完，李锐便深吸了一口气，似是在感应着什么。可就是这一口气之后，他忽然神色大变，目露惊慌之色，开始紧张的凝望四方。过了片刻之后，他的双拳开始紧握，浑身上下更是青筋暴起。这个混账竟然逃了！李锐咬牙切齿地说道。在这片岛屿的某一处，忽然有5道不起眼的能量体急速地飞掠而来，并且开始汇集交融。很快的，这5种能量便化作了一个人形，而这位正是楚风。好险！若不是有5行秘籍，我怕是难逃此劫。楚风说的是真话，李锐的战力很强，并非寻常的角色。先前若是硬碰硬，楚风绝对不是他的对手，因为这5行秘籍赐予了楚风特殊的力量，肉身可以4分5裂，甚至是粉身碎骨，但人却丝毫无损。简单的说，面对实力相差不是非常大的对手，楚风就是不灭之身。楚风可能胜不过对方，但对方也很难杀死楚风，而李锐就是这种对手。当然了，若是楚风面对的对手很强大，比楚风强大数倍，那么就算楚风幻化成5行秘籍，也是难逃一死。在绝对的力量面前，任何手段都是浮云。这个家伙真是用心良苦，竟知道此处没办法让本女王出场，所以才敢对你下手。等出去之后，看本女王怎么收拾他。女王大人愤愤不平地说道。不用，这个家伙我要亲自收拾他。楚风说道。你收拾他自然不难，但是你起码要成为3品半祖，否则很难胜他。淡淡说道。3品半祖而已，也许不用离开这云河山，我就能够成功。毕竟这座岛屿可是那位尊者修炼过的地方。楚风说道。这么说来，你找到了？女王大人面露喜色。自然是找到了，就在这里。楚风指着前方的一片丛林说道。这里。女王大人面露狐疑之色。那丛林看上去太过寻常，什么都看不出来。这片丛林之中便有那修炼之所的入口，不过必须用特殊的阵法才能够让其浮现。楚风说话之间便开始布置阵法，他也不担心那李锐追过来，因为他一路逃跑，做了很多手段，那些手段会影响李锐的判断，李锐不可能找到这里。在楚风认真布置阵法之际，却并不知道在遥远的天际之上，白云之巅有2道目光正注视着他。这阵法倒是奇妙，不过可惜他没办法成功。金鹤真仙说道。你都把那里封死了，他自然是解不开。布衣老僧鄙视地说道。老毒物，我都和你说过了，不是我封的，是那位尊者封的。金鹤真仙气愤地说道。好好好，知道了，那你就不能帮他，帮他解封。布衣老僧说道。你以为我不想？关键是我解不开。金鹤真仙说道。布衣老僧没有回答，而是轻哼一声，但是他的眼中却散发着怀疑的目光，他并不相信金鹤真仙真的解不开那里。而此刻楚风的阵法已经布置成功，那大阵一经运转，顿时光芒闪闪，几乎覆盖了那片丛林。可是阵法刚刚运转没多久，楚风便停止了，不仅停止了这阵法的运转，还将那阵法给驱散开来。怎么了？难道这里没有？淡淡不解地问道。不，就在那里，那里就是入口。楚风指着丛林的某处说道。那你为何不解，反而驱散阵法？淡淡问道。解不开，太难了，这个入口莫说是我现在，就算我成为仙袍界灵师也解不开。楚风说道。这么难？淡淡面露遗憾之色，说到底是自身实力不够。楚风站起身来，向外走去，他已经放弃了。然而就在这时，身后突然传来阵阵奇特的波动。楚风回头观望，顿时瞳孔一缩，目光大变，其中满是吃惊之色。他惊愕地发现，一道结界门打开了，而那道结界门正是那位尊者修炼之所的入口。你这家伙明明解开了，竟然敢骗本女王，真是太不地道了，看本女王怎么收拾你。见到那结界门，淡淡非常高兴，虽然嘴上怪罪楚风，但是脸上却尽是迷人的笑容。这不是我解开的呀。楚风说道。什么？不是你解开的？淡淡也很是惊讶。真的不是我解开的，因为我根本就解不开，是他自己开的。楚风说道。淡淡也是越发的吃惊。此刻白云之巅，布衣老僧也是面露喜色，走到金鹤真仙近前，拍着金鹤真仙的肩膀说道。金鹤，刀子嘴豆腐心嘛，说好的不帮忙，这不还是帮了？不过你与他非亲非故的，为什么要帮他？说是不是还是想收他为弟子？不是我。金鹤真仙说道。你说什么？布衣老僧问道。是他自己打开的。金鹤真仙说道。听得此话，布衣老僧目光变得凝重起来，仔细盯着那结界入口，就仿佛他已经投过那结界入口，看到了其中的一切，里面并无危险。真不是你开启的？布衣老僧再度问道。骗你干嘛？真不是我。金鹤真仙不耐烦地说道。这么说来，那就更有趣了。布衣老僧凝重的眼中涌现出了淡淡的笑意。若不是金鹤真仙，那便唯有那位传说中的尊者了。就算不是尊者亲自解开的，但也至少是楚风做了什么，满足了那尊者设下的机关，所以那门才打开了。换句话说，楚风得到了那座尊者的认可，
所以才获得了进入其中的机会。此刻，楚风已经踏入了那结界门之中，而穿过结界门之后，楚风的眼前顿时豁然开朗。这是另一方世界，他站在悬崖之巅，悬崖之外一望无际的是美不胜收，如画卷一般的美景。而最重要的是，进入此处，楚风便感受到了一股从未有过的感觉，仿佛这里片天地之间隐藏着多个谜团，只要楚风解开其中谜团，楚风对修武意图的理解就能够提升一重，就更容易突破屏障，突破瓶颈，从而提升修为。这么多天地奇物，楚风，你发达了！此刻，蛋蛋忍不住欢呼起来，因为在这悬崖之上有着一面石壁，石壁虽是石头所筑，但却被打造成了一个收藏的架子，在那架子上摆满了各种造型奇特的工艺品，但这每一个工艺品都是天地奇物所造，其中皆是蕴藏着浓浓的天地能量。最令人惊叹的是，这面石壁很大，那其中的天地奇物非常之多，足有数千个。这小子走大运了，这么多珍品应该都是那位尊者亲自打造而成，这手艺胜你数倍啊！布衣老僧说道。瞧你这话说的，就好像你的手艺能够与之匹敌一样。金鹤真仙很是不悦地瞪了布衣老僧一眼，我自然无法匹敌。老实说，这么多宝贝我也想收藏啊。话到此处，布衣老僧忽然目光变化，意味深长地看着金鹤真仙，你该不会不给这小鬼吧？哼，你把我金鹤当成什么人了？金鹤又白了他一眼，说道，既然他发现的就给他了。不错，看来是我小看你了。布衣老僧笑眯眯地说道，随后便将目光投向了楚风所在之处。可是这一看，他忽然面色大变，说道，这小鬼在做什么？怎么了？听得此话，金鹤真仙也是好奇地将目光投向了楚风所在之处。而这一看，金鹤真仙顿时暴跳如雷，气得哇哇大叫，抱歉天物，真是抱歉天物啊！这小鬼疯了吗？倒也不是他们二人夸张，实在是在他们眼中，那些天地奇物都是收藏珍品，那毕竟是那位尊者留下的。可是楚风此刻却盘坐在地，大嘴一张，正在吞噬那些天地奇物之中的天地能量。楚风不是不知道这些天地奇物的珍贵，只是对于他来说，最珍贵的乃是那些天地能量。这足足数千个天地奇物，每一个蕴藏的天地能量都很恐怖。楚风不想错过这个机会，所以只得疯狂炼化。终于，楚风站起身来，且对着那些天地奇物施以大礼，说道，多谢前辈。怎么样，这么多的天地能量，足够你突破到什么境界？女王大人好奇地问道。说出来你别不信，但是这里的天地能量当真是极多，我若没有猜错，现在我丹田内的天地能量怕是足够我突破到9品半祖的了。楚风笑嘻嘻地说道。此刻的他也是极为的高兴，毕竟9品半祖的天地能量省了他不少事。不错不错，那你小子这次还真是不虚此行了。蛋蛋也是为楚风感到高兴，毕竟一路走来，他最清楚楚风想要积攒天地能量是多么的难，而现在一口气积攒到了可以突破到9品半祖的天地能量，当真是超乎想象。这便是天外有高手的地方，便有机会。楚风忍不住感慨起来，也许在其他人来看，这些天地能量算不上什么，但楚风非常清楚这些天地能量的意义。浪费，真是浪费啊！没了那些天地能量，这些天地奇物的收藏价值也将大打折扣。这小子在想些什么呀？脑袋里面是屎吗？金鹤真仙仍在感叹连连，盯着那些天地奇物，目露心疼之色。至于楚风根本就不听不到金鹤真仙的埋怨，此刻已然盘膝而坐，闭上双眼，开始感受此处的力量。他要领悟，他要突破。而时间飞逝，转眼就过去了2个时辰。楚风睁开双眼，在其四周布置了一层特殊的隐藏结界，随后便再度闭上了双眼。来了！就在这时，布衣老僧忽然将目光投向了天际深处。什么来了？见状，金鹤真仙也同样将好奇的目光投向了天际深处。那是，而这一看，金鹤真仙顿时神色大变，一张老脸之上涌现出了无比吃惊之色。神法？莫非那是传说中的神法？金鹤真仙吃惊地说道。正是神法，并且是楚风引起的。布衣老僧说道。这个小鬼竟然修炼了神罚玄功！金鹤真仙满面的震惊之色，随后更是忍不住对布衣老僧问道：“他究竟是何来历？”听得此话，布衣老僧淡淡一笑，说道：“你不是不感兴趣吗？老毒物，别卖关子，快告诉我！”金鹤真仙追问道：“我之前就告诉过你，我不会告诉你的。想知道，自己去问啊！”布衣老僧笑眯眯的说道：“你这老东西，你是想逼我收他为徒？我可不上当！”金鹤真仙冷哼一声，可是目光却是依旧注视着天际深处，那里的力量太过恐怖，哪怕他这样的强者，也是看得触目惊心。不对劲，为何神罚的力量迟迟不肯降下，而是在天际之上盘旋？金鹤真仙问道：“谁说没有降下？已经落下了2/10，正在折磨那个小鬼呢。”布衣老僧说道。金鹤真仙将目光投向了楚风，发现楚风果然紧咬牙关，脸上不断涌现出痛苦之色。可是只有2/10，这不太正常。金鹤真仙说道：“有什么不正常的？这是那个人家的本事。”布衣老僧说道：“不仅修炼了传说中的神罚玄功，竟然还能够瞒天过海，让神罚玄功只降下2/10的力量。这小鬼到底是什么来头？”金鹤真仙越发好奇楚风的身份，我觉得这倒不是他的厉害之处。布衣老僧说道。此话怎讲？金鹤真仙问道。他到这里只用了2个时辰，竟领悟到了修武之道的秘密，突破了横在2品半祖之前的那道修武屏障，这份领悟力才是最难得的。布衣老僧说道。你这么一说，还真是。金鹤真仙不可置否地点了点头。忽然，金鹤真仙目光一变，说道：“突破了，他承受住了神罚的力量。是啊，虽然2/10已经很是恐怖，但是对他来说似乎只是小事一桩而已。
布衣老僧也是点了点头。就如二人所说，楚风的修为的确已经提升，不再是2品半祖，而是一位3品半祖。虽然只是3品半祖，但楚风若是使用种种手段，已是能够胜过李锐。但是楚风的双眼却并未睁开，他依旧在感悟那位尊者在此留下的武道奥秘，寻找突破屏障的契机。他不想错过这个难得的机会，他还想继续突破，还在感悟，不知道他能否再度突破。布衣老僧说道：“难，时间已经不多了。如果他想成为仙袍界灵师的话，剩下的时间只有7个时辰，而修武一途越是向后，越是难。突破到4品半祖的屏障，可要比3品半祖的屏障要难以突破的多。7个时辰绝对不够。”金鹤真仙坚定地说道：“是啊。”布衣老僧赞同地点了点头。而时间飞逝，自打楚风突破到3品半祖来算，已经快要过去了7个时辰。可就在此时，金鹤真仙与布衣老僧同时抬起头来，再度将目光投向了天际深处。那里神罚的力量再度浮现，寻常人看不见，可但凡是能够看见之人，都会被其所吸引。又来了，他真的成功了。此刻，这2位威震八方的大人物脸上都布满了惊讶之色。正因为是修武的高手，正因为楚风突破的境界，他们都经历过，他们才会因为楚风在隔了短短7个时辰之后又再度突破而感到震惊。就在这时，天际之上的神罚力量已经降落了下来。这一次出现的神罚力量比先前的要强横数倍，而此刻降下来的神罚力量也不再是2%，而是3%。无论怎么看，这一次轰在楚风身上的神罚力量都比先前要恐怖得多。但是楚风的表情却和之前没有太大的差别，虽然依旧有痛苦之色，但却依旧能够承受得住。增强了这次神罚的力量，降下了3%。金鹤真仙似乎明白了什么，下一次突破应该会是4%。这样下去，总有一日那神罚的力量会全部落下来。看来他这瞒天过海的手段也不能永远躲过神罚的力量，终有一日他要面临真正的惩罚。布衣老僧说道。相比于金鹤真仙，布衣老僧更了解楚风突破之时的情况。2品半祖的时候降下了1/3，3品半祖的时候降下了2%，现在正在突破4品半祖，就降下了3%。如果一直这样，当楚风以后突破2品5祖的时候，就将承受神罚的全部力量。神罚玄功毕竟是传说，若不是亲眼所见，我都不相信有天族之人能够修炼这等玄功。不过就算他修炼了，也未必能够承受得住神罚的力量。当他将要突破2品5祖之时，便是他的结束降临之日。不，也许用不到2品5祖，搞不好5祖之前他便要会被神罚的力量所轰杀。我承认此子是个难得的人才，能够修炼神罚玄功，更是机缘不浅，但我并不觉得他能成功。金鹤真仙说道。此刻布衣老僧倒是没有反驳，倒不是不想反驳，只是他也不确定楚风是否能够承受得住真正的神罚力量。沉默了，只要想到楚风日后很可能因为这强大的神罚玄功而死去，这2位绝世强者都沉默了，只是默默地注视着楚风，注视着那正在承受神罚的楚风。成功了。片刻之后，布衣老僧开口了。而事实上，此刻的楚风的确承受住了神罚的力量，他的修为再度攀升，已经从3品半祖提升到了4品半祖。短短几个时辰之内，楚风的便连续突破2重修为，从一位2品半祖成为了一名4品半祖。以他的悟性，继续留在此处，短时间之内还是可以再度提升修为的。不过时间快到了，他还不知道传送阵的入口，若是不抓紧，恐怕那4个名额就要被人占据了。金鹤真仙说道。以他的天赋，就算不靠你那阵法，自己也迟早能够成为仙袍界灵师。如果我是他，就根本不想着你那阵法，就在此处修炼，不能错过这大好机会。哪怕就算连1重修为都难以再突破，可是多在尊者修炼过的地方感受一番，总会有其他收获的。布衣老僧说道。而就在这时，楚风不仅睁开了双眼，且还站起了身子。楚风，你不修炼了？见状，淡淡赶忙问道。时间快到了，我必须离开此处。楚风说道。可是你若继续留在此处，搞不好还能突破修为，这个机会千载难逢，过了这个村可就没有这个店了。淡淡说道。的确可以，多了不敢说，突破到5品半祖我还是有把握的，只是我必须尽快成为仙袍界灵师，否则刘成坤前辈的病我便没有办法医治，而金鹤真仙的那座悟道结界阵便是我成为仙袍界灵师的最好机会。楚风说道。你呀，真是拿你没办法，竟为别人考虑了。谁为你考虑啊？淡淡一脸的不高兴，他可不管别人死活，只想着楚风能越来越好。做人要知恩图报，刘成坤前辈对我有恩，我必须帮他。再者说了，就算不在此处修炼，我也迟早能够突破修为。我的女王大人不会这么点自信都没有吧？楚风笑嘻嘻的说道。有，走吧走吧，既然决定了，就别浪费时间了。淡淡不耐烦的说道。就知道我的女王大人最通情达理，善解人意了。见淡淡同意，楚风也是越发高兴。呸，是你死心眼，本女王懒得搭理你而已。淡淡撇嘴说道。是，女王大人说的对，既然如此，那我的女王大人，咱们可就出发了。楚风说话之间便走出了此处，而他刚刚踏出那道结界门，结界门便封闭开来。完了，就算你日后有机会再回来，怕也是进不去了。尽管同意楚风离开，可淡淡依旧是一脸的遗憾。今日这些收获对我来说已是足矣，我的女王大人，你就放心吧，就算错过这次机会，我也寻得下个机会。楚风淡淡一笑，随后便化作一道流光飞掠而起，并且楚风还张开了双眼，以此来寻找那通往云鹤山顶峰的传送阵。毕竟时间真的不多了，搞不好现在那些登上顶峰的人已经开始比拼了，只有4个名额，楚风必须争取到一个，否则他不仅将错失成为仙袍界灵师的机会，也就等于他还白白的放弃了在那座悬崖之巅继续修炼的机会，那可真就是亏大了。
不过好在经过楚风的一番寻找，他总算找到了那通往云鹤山顶峰的传送阵法。然而就在楚风刚刚靠近那传送阵法之际，忽然一道光刃浮现，向楚风飞斩而来，要取楚风性命。楚风如今的修为已是4品半祖，根本不用雷霆铠甲和雷霆羽翼来提升修为，只是依仗自身修为，身形微微一闪，便躲开了那道斩击。居然在此等我，你可真是有心。楚风望着那光刃掠来的风向，冷声说道：既然我已经出手，那就必须得手，否则等你出去了，去依依小师妹那里说3道4，再到宁霜长老那里告我一状，我岂不是吃不了兜着走？一道手握黑色大刀的身影自远处的林中缓缓浮现，此人正是之前追杀楚风的李锐。你可知道，你若是不在此等我，你还能多活一阵，但是你选择在此等我，那便只能活到今日了。楚风冷冷地笑道：一个手下败将也敢这般对我说话，你可真是大言不惭。李锐说话之间，体内那淡黄色的气焰再度浮现而出，而当其修为从7品半祖提升到8品半祖之后，竟再度施展出了之前斩杀楚风的武技，地境武技霞光万丈。这一次如同先前一样，霞光化作利刃轰向4面8方，威力相当之强。然而只见那霞光化作的利刃将要轰到楚风之际，雷霆铠甲以及雷霆羽翼忽然浮现而出，随后楚风站在原地，大袖向身旁猛然一挥，一时之间武力滚动，狂风大气。此等威势之下，竟然硬生生地将李锐的地境武技给轰散开来。不仅如此，李锐更是如同离弦之箭一般飞掠而出，一路过去，树木粉碎，山石崩塌。而当他落地之时，更是嘴巴一张，一口又一口的鲜血不断自其口中喷涌而出，已是身负重创。现在你知道我是不是大言不惭了？就在这时，楚风的声音再度响起，李锐目光投来，顿时神色大变，目瞪口呆。你的修为？难道说你之前隐藏了修为？李锐惊慌地问道。他已经意识到，现在的楚风比之几个时辰之前强出了整整2重修为，这样的楚风他是无论如何也打不过的，并未隐藏修为，而是在此期间提升的而已。楚风说道：什么？你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提升了2品修为？不可能，这绝对不可能，你少骗我！李锐连连摇头，不肯相信。你信或不信我都不在乎，毕竟你是一个将死之人。楚风一步一步地走到李锐身前，虽然嘴角带着笑意，可是那目光之中却是森森的杀意。楚风，我可是落峡谷当家长老，胡海天唯一一个弟子，你若杀我，我师尊绝对不会放过你。眼见情况不妙，李锐只好抬出自己的师尊来威胁楚风。可谁曾想，楚风却是微微一笑，随后抬手一掌猛然落下，只听的一声，李锐便已灰飞烟灭，尸骨无存。若是连你都不敢杀，我就不叫楚风。楚风说道。